华为这个曾被无数人吹捧为中国最后的技术脊梁，如今正在血淋淋地走向悬崖。2025年8月，一份冷冰冰的财报彻底撕开了华为神话的遮羞布，营收增长了，可利润却暴跌 32%， 总负债高达7121亿元。这是怎样的一幅场景？就像一个表面风光、披着名牌外套的人走进医院，却被告知全身器官衰竭。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2025年半年度财报显示，上半年实现营收4270亿元人民币，表面看似稳住了，但真正触目惊心的是，净利润仅372亿元，同比暴跌 32%， 利润下滑的速度远远超过了营收的增长速度。营业成本增速 9.33%， 营收增速 3.95%。换句话说，华为卖得越多，亏得越快。财报里写得冠冕堂皇，受研发投入、战略投入和外部环境变化影响，但现实比官方说辞更残酷。华为在拼命砸钱，鸿蒙系统每年光是投入就是数百亿，但市场反馈寥寥。手机领域，华为在国内一度抢占高端市场，但在全球市场却被苹果和三星牢牢压制。甚至财报中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一项巨亏 58.36 亿元。对于一家非上市公司来说，这样的亏损就像一个暗黑警告，内部管理已经千疮百孔。更让人心惊的是华为的总负债，截至2025年6月底，总负债高达7121亿元。7121亿元是什么概念？相当于一个中等省份一整年的财政收入，相当于把3家恒大捆在一起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华为已经不是一家公司，而是一个巨大的债务黑洞。外界常说华为不怕亏损，因为背后有国家兜底。但问题是，国家还能托底多久？恒大、碧桂园、融创这些曾经的房地产巨头，不都是一路政府不会让他死的幻觉下跌落深渊的吗？华为曾寄希望于云计算来接替手机的辉煌，撑起新的神话，但现实却是一记响亮的耳光。2025年上半年，中国云市场份额第一的依然是阿里云，份额高达 33%， 华为云只有 18%， 不仅远远落后，还被腾讯云、京东云等死死咬住。更惨的是盈利情况。业内消息透露，华为云在2024年就已经亏损。2025年扭亏为盈被定为最高战略目标，但到今天仍然遥遥无期。CEO 张平安甚至不得不启动大规模裁员，产品部、公有云服务部、研发部统统被裁撤整合，涉及上千人。而就在这场血雨腥风的重组中，华为云又遭遇了抄袭丑闻。研究团队 HonestAGI 指控华为盘古大模型涉嫌抄袭阿里巴巴的通义签文。虽然华为坚决否认，但也承认部分基础代码参考了开源实践。这就像是公开承认华为并没有真正的原创优势。如果说华为在国内还能靠民族情怀自救，那么在海外，它就是人人喊打的对象。2019年，美国对华为实施全面制裁，禁止其与美国企业合作。到2022年，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彻底封杀华为设备进入美国市场。到2025年，这种封锁进一步扩大，五眼联盟美国、英国、澳大利亚、加拿大、新西兰全面禁用华为设备。印度、日本、越南10个欧盟国家相继跟进，限制或禁止华为参与本地 5G 建设。结果就是，华为曾经在海外的通讯设备业务版图被一块块蚕食掉。有人说，华为可以转向车用技术、智慧城市、鸿蒙生态。但问题是，这些领域竞争激烈，稍显无底洞，华为能不能活到收获那一天？没人敢保证。
在外界的神话叙事里，华为一直被包装成中国的希望，是民族科技的灯塔。但现实是，它的利润撑不住了，它的债务压得快窒息，它的云业务没未来，它的国际市场基本被封死。如果说2019年制裁是美国对华为的一枪重击，那么2025年的财报就是华为自己递上的死亡证明书。华为有一句经典的话：我们不是上市公司，所以我们可以更自由地投入研发。听起来很豪迈，但这句话真正的含义是，华为不需要对投资者负责，它只需要对党负责。财报数据怎么写？利润怎么解释？债务怎么包装？这些根本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政治正确，是能不能在关键时刻成为党的工具。这就是华为能苟活下去的秘密。有人调侃，华为早就是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版本。表面上它是民企，但骨子里它的命运跟党绑得死死的。当国家需要 5G 对外扩张，华为就被推上前线。当中美科技战升级，华为就被塑造成民族英雄。当内部经济崩坏，需要转移矛盾，华为就成为爱国主义的符号。因此，无论财报多难看，无论债务多惊人，华为不会死。因为死了不是华为的耻辱，而是党的耻辱。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债务问题。7121亿元负债，换作任何一家普通企业早就轰然倒塌，但华为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有无形的输血管道。银行贷款，华为可以拿到低利率的信贷，这是普通民企望尘莫及的待遇。政府补贴公开数据表明，华为每年都能获得数十亿的各类科研补贴。政策保护，在中国市场，电信运营商大规模采购华为设备，这就是最大的输血。这就像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，每天靠输血苟延残喘，表面上还能走2步，但血带一旦断了，立刻轰然倒下。更讽刺的是，华为的困境并没有真正刺痛国人，相反，很多人还沉浸在华为是民族骄傲的叙事里。华为 Mate 手机发布会总是被吹成国人集体狂欢，哪怕一台手机定价高得离谱，也有人喊着支持国产，买华为就是爱国。但现实是，2024年华为手机在全球市场份额只有 2%， 鸿蒙系统在海外几乎没有存在感，连国际主流应用商店都进不去。华为云在中国都打不过阿里，在全球更是边缘角色。所谓的民族情怀，本质上就是给华为续命的另一根输血管。老百姓的钱成了华为的救命稻草。为什么华为今天走到这一步？不是华为的问题，而是整个中国经济的问题。债务堆积如山，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超过70万亿，华为7121亿的债务不过是其中一个缩影。增收不增利，中国2025年上半年 GDP 增长率只有 4.6%， 但财政赤字规模却再创新高。经济表面增长，利润却不断缩水。国际孤立中国出口受制裁，华为产品被禁，这不就是整个国家的写照吗？华为不是特例，而是整个体制下的必然。党在，华为就死不了。有人说这是华为最大的底气，但仔细想想，这句话是不是更像一个诅咒？如果没有市场化竞争，没有资本约束，没有透明问责，那么华为就永远不可能真正健康。它活着只是靠党输血，这意味着华为不可能再成为全球科技的领导者，华为不可能再有当年横扫欧洲、冲击美国的气势。华为能做的只是不断地在国内市场苟延残喘，用民族主义消费最后的韭菜。一个不可能倒下的企业，注定也不可能真正站起来。如果你把视角放大，你会发现华为的悲剧
其实就是整个中国经济的悲剧。一边是虚假的繁荣，一边是残酷的债务；一边是民族情怀的狂欢，一边是市场冷冰冰的淘汰；一边是党拼命的书写，一边是企业越来越依赖，越来越畸形。华为不是一家企业，它是一面镜子，照见了一个不透明、不自由、被政治绑架的经济体。它的财报不是财报，而是一份体制病灶的病历。它的负债不是负债，而是一条条套在中国经济脖子上的绳索。而最残酷的是，华为不会死，中国经济也不会立刻崩。他们会在长期的书写和消耗中慢慢溃烂，慢慢腐败，慢慢走向一条不归路。当你在听到华为是中国的骄傲时，不妨想一想，一个靠党书写续命、债务压顶、利润暴跌的企业能骄傲到哪里去？华为的悲剧就是中国的悲剧。